边迎着朝阳升起，一边驱车穿越新墨西哥州，准备前往德州的瓜达洛普山国家公园。在车内欣赏缓缓升起的日出，也算是种特别的体验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们到德州啦。你看这边两边都是小小的约书亚树，好多哦！哇，没想到德州也有约书亚树，而且这么多，好壮观哦！你看前面这一片就是瓜达洛普山脉，然后这个就是有名的酋长峰，它也是德州的第8高峰，因为它非常的显眼。听说在80公里外就可以看到，所以也非常的著名。往公园的路上有一个看酋长峰最佳的观景点，然后旁边这个小棚子是挡风用的。这里其实离卡尔斯巴德国家公园很近，上次我们本来就要过来的，可是因为这里刮大风，有人跌落，公园就封闭了。终于进到瓜达洛普山国家公园啦！上次因为封闭进不来，这里也是我们的第21个国家公园哦。我们现在到这个瓜达洛普山的游客中心，要去做我们每次来国家公园必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买贴纸、买邮票、盖章。在游客中心里面有介绍瓜达洛普山这边的动植物生态，这边大多数都还是属于沙漠植被，所以有很多种仙人掌，像这个叫做丝兰，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里面也有很多，还有老鹰、狐狸跟胖胖的浣熊，还有这个小小的可爱的土拨鼠。这是在游客中心后面看出去的，这边每一座山都有一个步道可以去攀爬。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走这个爬山的行程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下一个游客中心，走另外一个比较轻松的 trail。瓜达洛普山国家公园位于德州西部。德州的最高点瓜达洛普山峰就在这里。瓜达洛普山脉也是地质学家的最爱，这里主要由二叠纪沉积岩组成，在2亿5千万年前曾是一片内陆海，且布满珊瑚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内陆海蒸发消失，珊瑚礁逐渐被掩埋，直到1200万年前，地质运动才让珊瑚礁又被抬升出地表。这边是自己缴钱的，看几个人，大人几个，小孩几个，就把钱投到左边的那个钱箱里面去。这边有两条 trail， 这边有一个自然的 loop， 就是看这些动植物的一个环状的一个步道。然后这边去就是这个峡谷的，我们稍微走一下。我们走 Permian Reef 去看一下二叠纪的珊瑚礁石。洛普山是珊瑚礁，所以你看它的石头都会有孔洞，就表示它是珊瑚礁的地形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河道，你看底下都是鹅卵石，它可以一直通到那边去。如果下雨的话，应该这边是过不去的，必须要涉水。
从那个停车场那边走过来，大概走了10几分钟就已经距离这么远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要走到那个山上看看可以看到什么。如果没有东西，我们就折返了，因为没有打算要走登山的步道。可是这个国家公园比较冷门一点，没有什么人过来，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其他人。不过风景很漂亮，还有很多种仙人掌。仙人掌果。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峡谷跟高山，然后地上这些我们踩的应该就是2叠纪的礁石，所以它沿路全部都是我们就踩着它过来的。那这边是属于德州的2个国家公园的其中之一。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大湾区国家公园。那因为德州跟亚利桑那的时差有2个小时，等于我们出发到这边，如果是刚刚10点半抵达，现在当地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。这一条2叠纪珊瑚礁步道，我们并没有走完便折返，因为官方资料写需要5到7个小时。由于我们还要继续前往大湾区国家公园，便在此跟瓜达洛普山道别。从这一侧就可以看到瓜达洛普峰了。哇，它是德州的第1高峰。然后山上还有一个不锈钢的金字塔，刚在游客中心有拍到它的照片。就在前往大湾区国家公园的路上，我们意外地遇到一个有趣的装置艺术。这边有一个 Marfart Prada， 哇，这个就是 Prada 的装置艺术，好特别哦！里面还有摆真的皮包跟高跟鞋。有很多人在这边绑上同心锁。什么样的锁都有，还有写了名字的。这边也是。把2个人的名字写上，然后锁在这边。